江帆，你的躁郁症呢是误诊，发病伤人也证据不足，你可以出院。以后你少做些针对阿哲的龌龊事情，否则这一次是精神病院，下次就是监狱。你装出这副委屈的样子给谁看呢？我是你大姐，说你两句都不行吗？你是江家的大少爷，却学那些乡野女人的做派，作妖、争宠，你真是让我觉得恶心。科研院明天要为阿哲颁发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，邀请他加入科研院。我们都没有亲自去给他挑选理由，专程来接你，你就用这种态度来对我们吗？要不是你玷污唐大小姐，把人打成重伤，还把责任推卸给阿哲，我们会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吗？本想这3个月能让你有所悔改，没想到你还是这副死样子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应该把你送进监狱。悔改？我是该悔改。悔改我不该救人，悔改傻到相信你们这些所谓的亲人会为我主持公道。哎，敢给老子脸色看，老子今天就弄了你！他妈打老子！乡长，你干什么？走！监视住，我送你去医院。现在还敢说你救人？这些年来，你打人、偷钱、猥亵，全部栽赃给阿哲，如今更是把玷污唐大小姐跟将其打成植物人的事情也推给他。我们真该把你给送进监狱。你怎么不送江哲去监狱？还想污蔑阿哲？要不是你有躁郁症，你以为这3个月能待在精神病院吗？是你们看到我救人，就认定我是凶手。是你说我有躁郁症，比解释的机会多，就让我进精神病院。你是个医生，确认病人的病症都不需要检查吗？我们是为了救你，不然你能安稳的站在这里吗？我没有玷污唐玉，更没有碰你，我不需要你救。你没做过，那你能背着他走几公里去医院？我最讨厌你敢做不敢为，还把责任都推给阿哲，还在这里装可怜争宠。你这样的垃圾根本没资格讨好我，更没资格做我弟弟。别怪你阿哲，他也只是想让你学好。明天是阿哲加入科研院的大好日子，我们还要给他好好庆祝。你别扫兴，毕竟我们都是亲人，你回去给他道个歉，他一定会原谅你。亲人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畜生？如果唐韵出事，我江家的生意会受到多大的影响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，是阿哲。哥，就算我没做这件事情，我也愿意替你顶罪。爸妈，我愿意替哥，替他去坐牢。够了！你3个姐姐亲眼所见，你还想污蔑阿哲？阿哲他从小乖巧懂事，他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报警！报警，把他抓起来判刑！爸，不能报警，小范他也是我弟弟，而且如果他真的去坐牢，我们江家的股票也会受影响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就说他有躁郁症，送他去精神病院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而且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那个门口有监控，一定拍到了阿哲。住口！亲眼所见，还需要监控吗？不是我。你们说的对，我的确有错。错的是把你们当作亲人，错在为你们掏心掏肺。可自从你们联手将我送进精神病院，我和江家就再够了！亏你还是个男人，你却学习那些乡下女人一样哭闹，离开了江家，你活得下去吗？失去了江家少爷的身份，你只会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垃圾。既然你不回去，以后你就休想再用江家的1分钱沾江家的1点光。以前我没拿过江家1分钱，以后我也不会沾江家1点光。那你就在外面自生自灭。走，我们回去给阿哲庆祝。
这一巴掌是替阿哲打，也是你该受的。哼！这些痛苦就当是还了江家的生意。从今以后，我和江家再无情面。小帆，你怎么被欺负成这样了？姐，我想回家。对不起，要是我没和爸妈出国，你就不会被江家欺负成这样。姐，错在我，是我自己要回到江家，是我自作自受。小凡，好不容易找到亲生父母，想回去就回去吧。爸，毕竟是亲生父母，我们都为你开心，而且我们永远都是你爸妈，想回来就回来。是啊，小帆，去了江家不要怕，要谁敢欺负你，告诉姐，姐替你撑腰。你姐说的对，我们可不是普通家庭，谁敢让你受委屈，老爸去收拾他们啊！爸妈姐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我们都相信你，不会玷污他人，更不会把别人打成植物人的。都是江家那群人眼盲心瞎才不相信你，不过他们竟然敢欺负你，那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姐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姐姐来处理吧。还有全国科技大赛的成绩不好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姐会给你搭建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，就算是不进科研院，我也能让你实现梦想。姐，其实我……喂，小凡呐，我是科研院何坤南。今年全国科技大赛，你以碾压性的优势夺冠，我已经通知了江家，将亲自去给你颁奖，并邀请你加入科研院。你一定要在啊！谢谢何院士。爸妈和姐姐养了我20年，却从不求回报，我终于成为姐姐他们的骄傲了。姐，我拿下了科技大赛的冠军，并且我被邀请加入了科研院。小凡啊，他们那么欺负你，你竟然还能拿冠军，你在江家到底受了多少苦啊？姐，我没事的，我想邀请你和爸妈一起去，你们有空吗？好，但是你现在是江家人，何院士想必也是邀请了他们，我们身份恐怕……姐，没事的，我以前是陈家人，现在也是陈家人，你是我唯一的姐姐，你不去，谁去？这次回江家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好，那你先坐姐姐车走，我和爸妈随后就到。家有其人，错把废物当成江家。今晚我就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到底错过了什么。20岁就能拿下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，还受邀进了科研院，这可是史无前例的荣耀。喂，爸妈，小帆拿到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，还受邀进了科学院。我觉得我们是时候该公布身份，帮小帆讨回公道。江总，您这儿子可是了不得呀！高考全校第1，还拿了全国科技大赛桂冠，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这江家都跟着风生水起，成为大夏炙手可热的家族。阿哲呀，从小被我们精心培养，能取得如此成就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是啊，阿哲，哎，来，阿哲啊，你可要戒骄戒躁啊，继续努力。爸，我知道。20岁受邀加入科研院，少年得志还不骄不躁，江家呀，这是出了真龙了。是说，冠军的结果还没出来呢，也不一定是我。科研院何坤南教授亲自通知江家参与颁奖，冠军不是你，还能是谁啊？听说江总还有一个儿子啊，他叫……啊，他是我哥哥，他叫江帆，他嫉妒我的成绩，猥亵唐家大小姐不成，躁郁症发作，将其打成了植物人，被我爸妈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啊，大姐，今天哥哥出院，有没有去接他？
我们3个一起去的，可他还在玩他那套卖惨博取同情的把戏，还扬言说以后和我们再无瓜葛。他以前为了跟阿哲争宠，多少次扬言再也不回江家，可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回来讨好我们。这次我猜只要1天，他就会回来跪地求饶。先让他跪个3天3夜，否则休想进我江家的门。哎，你们别这样说小帆，那他是我儿子，那也是你们的弟弟嘛。等他回来呀，给阿哲磕头道歉就算了。别提那个混账东西，学习不好，还成天算计阿哲，争风吃醋耍手段。我没有他这种儿子，我们江家只有一个儿子，那就是阿哲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这断亲书麻烦江先生签一下。知道要干什么吗？接少爷回家。当年为了将小帆培养成才，爸妈带着我隐姓埋名，可没想到让小帆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咱们大夏第一豪门陈家的手腕。是。这是阿哲的颁奖典礼，你这个神经病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江帆，你又作什么妖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我们的注意，让我们多看你一眼吗？你不是说要和我江家再无瓜葛吗？怎么，知道阿哲拿到了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，即将嫁入科学院，你就迫不及待的回来想要沾点光？既然回来了，那你就懂点事，别再学那些乡野村妇争宠的手段。你一个精神病杀人犯，凭什么沾我江家的光？保镖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，别脏了我弟弟的颁奖典礼。反正他搞出那么多的事情，也只是想要博取我们的关注。那我们呢，就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沾沾阿哲的光。你笑什么？还有，你这是穿的什么东西啊？街上的乞丐都比你干净。如此盛大的颁奖典礼，你穿成这样，是故意想让阿哲难看吗？你退为进的把戏被我们看破，就开始卖惨博取同情。江帆，你这些乡下村妇争宠的手段，能不能不要再拿出来丢人现眼？这只会让我们更加厌恶。你想要博得我们的关注，想要沾阿哲的光，那你就该像以前一样，认真的讨好我们，还有阿哲。现在还不立刻给我滚出去，换身干净的衣服再回来。大姐，没事的。哥，大姐说的也对，你穿成这样来参加颁奖典礼，传出去，再说我们江家苛待你，这样对我们江家影响也不好。哥，事情过后，你打我、骂我都可以，但是何院长快来了，你别闹了行吗？我们让你参加阿哲的颁奖典礼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竟然存了如此恶毒的心思，果然是农村来的贱种，满肚子都是勾心斗角、争宠害人的把戏。我呸！当初就不该把他从农村接回来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只会丢我江家的脸。他就随便挑拨了几句，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？是你该打。我今天回来是来拿回我的东西，不是来沾你们江家的光。何况这份荣光也不是你们江家的。还有，说我穿的穷酸，可只是这衣服就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。我也想穿得好，可是根本就没有。江家大少爷没衣服穿，不可能吧？好歹是江城豪门，怎么连衣服都不给孩子买？江帆，你胡搅蛮缠也该有个限度。谁不知道江城1/3的商场都是我江家的，那衣服不是随便拿。江家的商场，你们是可以随便拿，可你忘了吗？我是个例外。大小姐、少爷、阿哲，这些都是我们江家的产业。以后呢，你看上什么衣服、鞋子，随便拿。哎，谢谢。
这边请。姐，我能不能也拿一件？你能不能收起那些争宠的小心思啊？阿哲有什么，你就非得有吗？以后不准你再来江家商场，免得养出那些大手大脚的坏习惯。看来大姐想起来了，你们江家人用之不尽的衣服，于我而言是个奢望。就算江家的商场进不去又怎么样？爸妈每个月都会带来各式各样的衣服，那都是顶级名牌。爸妈，你们一定也给他送过很多衣服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和你爸每天那么忙，哪有空知道小帆有没有衣服穿？我以为江家人不缺衣服穿，就只给阿哲买了几件啊。行，就算是我们犯了一些小错误，我们没有给你买衣服，那你自己不会花钱买吗？钱？这3年，你们有给过我1分钱吗？主母，这3年少爷在江家受尽屈辱，更是被养子江哲多次栽赃陷害。上次进精神病院，也是养子江哲在背后推动。原来这3年，小帆受了这么多苦。立刻赶往江家！这些年，任何伤害过小帆的人，我都要让他付出10倍、100倍的代价。是。原来江家大少连衣服都没得穿啊，这过的呀，还不如我们家下人呢。是啊，这样的家人谁爱要谁要，反正我是不要。你给我闭嘴！什么人呀？你别在这里装疯卖惨，你就是嫉妒阿哲，想毁了他的颁奖仪式。大姐是不让你去江家商场，可是江家人每个月给你200万零花钱，你要买什么衣服不够？你别在这里装可怜。200万，给我？没错，江家子弟每个人都有一张每月限额200万的黑卡，而你的卡每个月都在透支上限，1个月消费200万。哇，别说衣服了，这成衣店都可以买了。他居然还污蔑江家亏待，透支上限？我来江家3年，这张卡长什么样我都不清楚。你还在装？你没有，那些钱都去哪儿了？想知道吗？要不报警查一查？是这么来。阿哲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不用查了，那卡是我拿走了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不是小帆刚从乡下接回来，怕那穷人乍富走上歪路吗？小帆，等你长大了，妈妈会给你钱的。这妈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会怪妈妈的吧？啊，不对啊，如果你的卡被没收了，为什么每个月还在透支上限？是你？哎呀，是我给阿哲的，你不用查了。你看小帆他回来了，阿哲他内心脆弱，他心里不舒服嘛，我就再给他一张卡，给他小小的弥补一下。是，怕我走上歪路，就收走了我所有的零花钱；怕你的养子几百万不够花，就把我的也都给他了。你明知道大姐她会误会我花钱多，你从来没有帮我解释过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，到底我是你亲生的，还是他这个养子是你亲生的？哎呀，小帆，你们都是我儿子，那阿哲他内心脆弱，受不了委屈。那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过惯了苦日子了，哎呀，你就吃点苦也没什么的，是吧？你要懂得妈妈的良苦用心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们的粗心大意，我走丢了18年，现在我回来了。而你们呢？你们从来没有想过对我好，反而倒觉得我就是个穷酸货，活该受苦。而他平白无故占据了我18年的人生，18年，整整18年，他凭什么要继续占据我的人生？你还真是我的好妈妈。小帆，你年纪小，你不知道妈妈对你的爱。哎
哎，你要怪就怪妈妈，你不要怪阿哲。够了！阿哲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，多花点钱怎么了？江家给你锦衣玉食还不够，阿哲有的什么你都要吗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小肚鸡肠？老爷，是时候接回我陈家的继承人了。走吧。是。锦衣玉食，如果不是我每天起早贪黑，兼职打黑工，甚至捡垃圾，别说锦衣玉食了，我连一顿饱饭我都吃不上。不会吧？江家不是数一数二的豪门吗？怎么这样苛待自己的孩子啊？是啊，别说亲生儿子，就连江家的下人也个个山珍海味。江家对这个儿子太狠了。妈对你确实是苛待了一点，那还不是怪你的臭妹妹太多。你没有钱，难道你不会张口要吗？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，故意选在今天，就是想让阿哲难看。二姐，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不让江家给我钱，不是你提的吗？阿哲能考进全校前10，真是好样的。这卡里面有500万，去买辆自己喜欢的车啊！阿哲，妈妈已经让人把半山别墅转到你名下了，那儿离学校近，以后啊你晚自习晚了就直接去那儿住啊，别太辛苦了。哎，谢谢妈。阿哲，这是大姐给你的奖励，随便花，可千万别省着啊。谢谢大姐。二姐也有。谢谢二姐。爸妈，我能不能拿200块钱？我有些感冒了，想去趟医院。够了，江帆，你不就是看见阿哲有就也想要吗？还装病，简直恶心！不是的，二姐，我是真的感冒了，我想去趟医院。住口！除了争宠耍手段，你还会什么？爸妈大姐，我建议以后都不要给他钱，让他改改那些臭毛，一身穷酸样，眼里除了钱就装不了其他的。还站着干什么？滚回你自己的房间去，别操我们的兴！有什么事儿啊，直接跟我谢谢姐姐妈，继续努力啊！继续努力，最好了。就算我们没有给你钱，但江家这么多山珍海味，用得着你去打零工捡垃圾？山珍海味跟我有关系吗？爸，3年前你就不让我上桌，你还记得吗？哥，我也不知道你也喜欢吃这个菜。饿死鬼投胎吗？吃个东西你也抢，滚回自己房间去！这些穷毛病没改掉之前，不准上桌吃饭。来，阿哲，啊，谢谢爸。加菜好，来，你得多吃点，知道吗？多吃点啊。嗯，好嘞。就算我们不让你上江家的餐桌，那家里的零食水果也是从来没有断过的，也够你吃的了。你自己不去拿，能怪谁啊？那这个就得问一问我的好妈妈。有一次我确实想着拿零食充饥，可就因为那一次，我的好妈妈就将我赶了出去，警告我不要动江哲的任何零食，因为她说她的好儿子不喜欢被别人碰过的东西。谁让你乱碰零食的？你不知道阿哲他有洁癖吗？要是再敢乱碰零食，我把你赶出去！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担心你吃多了零食不健康，而且阿哲他有洁癖，你要是吃了被他知道了，他会不高兴的，我才不让你吃的。担心我吃多了不健康，可你却从未间断给江哲买进口零食，就因为他所谓的洁癖，就可以让我饿出严重的胃病。你是怎么做到如此区别对待，却没有半分的愧疚？小帆，你跟阿哲不一样，阿哲他从小爱干净，
你是从乡下来的，你俩一起吃会损害他的健康的。算了，你要怪就怪妈妈吧，你别怨阿哲就行。这都是你自己不争气，学习不好，还一身穷酸的臭毛病。但凡你有阿哲1/10的聪明懂事，我们至于忽视你、歧视你吗？是啊，你看看阿哲，不仅懂事，连学习都是全校第一。你呢？一个野鸡大学出来的垃圾学生，也配我们去关注你？你别这么说小帆嘛。小帆，我知道你就是有点笨，但是你很努力的。我和你爸呢，这么要求你，也是因为想让你和阿哲一样优秀，是吧？你放心，妈妈以后送你去技工学校，去学一门技术，以后啊，就去阿哲的厂里打工啊。让我像这个废物一样优秀？你们知道我读的是什么大学吗？你们知道我的成绩吗？我知道你一直嫉妒阿哲太优秀了，但人家在学校一直都是全校第1名，现在更是拿下了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，要加入科学院工作。你确实比不上人，更何况你如果真的有能力，又怎么可能因为愤懑去猥亵唐家的大小姐，更将其打成了植物人？一个只会在家争宠的垃圾，也想和拿下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比，哼，真是可笑。你们就这么确定？那就是他？当然。首富陈家送江家黄金100两，豪车10辆，豪宅10栋，黑卡勋章，为冠军歌。首富陈家那可是全球第1财团，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怎么给江家送礼啊？没听刚才说吗？为冠军贺，连陈家都看中江家大少的潜力，这江家是要一飞冲天呀！阿哲，你真是太优秀了，竟然获得了首富陈家的青睐。不愧是我江振海的儿子，不到20岁就能够得到全国性的荣耀，更是被陈家看中。这不光是我们江家的光荣，更是整个江城乃至整个南省的荣耀啊！江帆，要是有你1/10的聪慧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大姐，这个日子别提那个废物，晦气。你们怕是高兴得太早了。爸，科研院的人来了。来了。哎呀，姐，看这里。快！科研院的人来了，冠军马上就会公布，你赶紧走吧。妈知道你嫉妒阿哲，会儿看见他的颁奖仪式，你会难堪的。妈不想你受伤害。知道吗？在这个家里面，你是最虚伪的那个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在担心，万一出了意外，万一我抢了你杨子的光，万一真夺冠的人是我，你只是害怕，最后难堪的是江城，是你们整个江家。诸位，江城学子夺得全国科技大赛冠军，这是整个江城的光荣。我会专程为他颁奖，邀请他加入科研院。江同学，请上台领奖。太好了！阿哲，快上去啊！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荣耀。好。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荣耀，哼，可惜不属于你江家，也不知道虚伪却爱惜羽毛的江家人能不能承受这样的打击。小伙子不错，你很有天赋。加入科研院只是开始，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大夏国士。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成功之道吧。是。感谢大家来到这里，见证我的成功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我的家人，正是他们的守护，我才能发挥我120%的天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感谢我的哥哥江帆。虽然他品性有缺，他经常打压我，污蔑我，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但是正是有他的魔力，
我才能坚定的走向今天。谢谢大家。你说，你哥哥叫什么？叫江帆。何院士，那个逆子叫江帆，不过呀，我已经签了断亲书，把他逐出江家。何院士，您呀，不必担心因为他的存在而影响我儿子的声誉。他叫江帆，你是谁呀？何院士，我叫江哲。本次参赛投递的作品是飞机座椅的6种设计。哼，胡闹！本次大赛冠军参赛作品是科技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，他是江帆。江帆是江哲，何院士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小帆怎么可能是冠军呢？是啊，江帆他是我弟弟，他是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？他就是一个野鸡大学的学生，成绩一塌糊涂，更别提什么设计才能了。他怎么可能会得到冠军呢？野鸡大学，你真是他姐姐？何院长，我们阿哲从小乖巧懂事，喜欢做各种设计，你一定是把名字弄错了。对啊，比赛投稿阶段，我哥哥江帆还在精神病医院治疗呢。够了，你们真是他的家人吗？何院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他成绩不好，可据我所知，他一直是江城最优秀的学生。10年来，他参加青少年科技大赛3次，次次评分都是断档第一。至于野鸡大学，更是荒谬。清北也是野鸡大学吗？什么？他上的学校是全国第一的清北大学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，你们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大的偏见，甚至污蔑他没有参加比赛？他的设计得到科研院的认可，绝不可能有错。这个江帆真是太厉害了，从小到大都那么优秀，这个弟弟与他比，那真是没法比啊。是啊，这么优秀的儿子，家里人竟然还质疑他。不可能！你就是个垃圾学校毕业的垃圾学生，怎么可能这么优秀？抄袭，对，他一定是抄袭。小帆，你现在站出来，跟他们主动承认错误。你跟他们说，你就是一个垃圾。如果最后你被发现抄袭，你连累的可是整个江家。住口！你是在质疑科研院吗？大赛评分总分100分，他是唯一的满分，断档第一。他该抄谁的？谁又配给他抄？可是他，你叫江哲是吧？你的作品24分，你连他的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。你这个纨绔，你竟敢质疑这样的天才！你再这样胡搅蛮缠，我立马写信去给你们学校开除你这个品行不端的学生。阿哲，何院士，我不是对您有质疑，只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，他初中的成绩都很差的，他现在得这样的荣誉，我们也很惊讶。惊讶？明明是清北大学的天之骄子，你却说他成绩很差。作为母亲，你对他是多么的不上心，才说出这么愚蠢的话。好了，妈，小帆也是我们江家人，他得了冠军，也算是我们整个江家的荣耀。不错，小帆呢，他也是我江振海的儿子，他拿到的荣誉也是我们江家的光荣嘛。江帆同学，请上台领奖并发表获奖感言。小帆，你能拿到冠军，妈妈也是一样为你高兴的。你看你没有衣服穿，阿哲有很多衣服的，你就随便挑。然后他有不要的电脑，妈妈也给你，这可都是好东西，别人都会羡慕的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
他不要的，你给我。你说什么呀？江帆，妈对你这么好，你没有感激也就算了，在这里阴阳怪气给谁看呢？再说了，你就算是以退为进，也该有个限度吧。当科技大赛的冠军，你的确有资格讨好我，但你最好别嘴，否则鸡飞蛋打，你所有的小心思都得喂狗。你们俩说完了吗？我要领奖了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恭喜啊！你这么年轻就拿到全国科技比赛的冠军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你能走到这一步，一定不容易。现在发表你的获奖感言吧。拿到这个奖杯，我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父母，还有我的姐姐，是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、鼓励我，才让我坚持不懈的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。我想邀请他们一起上台。说什么断亲，还不是和以前一样，事事都想着争宠、讨好我，贱骨头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啊全网直播呢，我们啊就给他一个讨好我们的机会啊！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养父母一家，虽然他们今天不在现场，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，被我的养父收留，养育了18年。虽然他们是普通的农户，但我在他们那里从未受到过委屈。他们努力教导我勤能补拙，让我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我要谢谢他们。好，江同学，科研院见。逆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们给你锦衣玉食，给你豪门的生活，才造就了你的今天呐！你竟敢信那些外人，你呀，就是一头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江帆，你欲擒故纵也要适可而止吧。你当着全网直播你也这样做，你会永远失去重新回到江家继续讨好我们的机会。小帆，前段时间你犯了错，受到了责罚，那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怪就怪妈妈，你不要怪阿哲，他是你弟弟，他现在应该站在你旁边分享你的荣誉。我成功，关他什么事？没关系，你忘了你自己以前是多么卑劣了吗？偷东西，陷害弟弟，更是龌龊到侮辱唐家小姐，将她打成植物人。不是我们一次次的教导你，你能有今天吗？卑劣教导？你指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诬陷我猥亵伤人，让警察把我带走？或者你指的是随便给我安了个躁郁症的名头，将我送进精神病院3个月？是啊，哪有父母亲手将好孩子送到精神病院的？那是你自己一身的臭毛病，明明是你猥亵他人，还污蔑阿哲。你这种垃圾受到惩罚是应该的。警察都说我无罪，你凭什么说我有罪？你凭什么惩罚我？你们根本就不配为人父母。小帆，我们把你送到医院是为了给你治病，改掉你那些坏毛病。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到现在你还推卸责任，你不就是想让我们高看你一眼，多给你一些关注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玩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，你就再也回不了江家做我们的弟弟。他的确不会再回江家，更不需要做你的弟弟。从今往后，他是我陈家的人，也是我陈家的大少爷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江帆那个穷酸姐姐。哎呦！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的戏码，对付江家这群眼盲心瞎的家伙也就算了，拿到我面前戏弄，找死！你敢对我弟弟动手？还知道护着弟弟，他也是你弟弟，你怎么敢肆意的欺负他？江帆浑身的臭毛病，我们管教一下怎么了？教训？
小帆比你们江家任何一个人都更干净、更优秀，就凭你们也配教训他？你不要太嚣张，这可是全国直播！全国直播，今天就算是全球直播我也就打了，就是这么嚣张，你脑怎么样？这是心妍吧？这都是误会，我们对小帆只是严格管教，都是为了他好啊。小帆说的对呀，江家就属你最虚伪。你以母爱之名行霸凌之举，有哪个亲生母亲会把儿子送进精神病院？这几个月你哪曾去看过他一次？母亲，你也配？反了，都反了！难怪江帆变得这么恶毒，都是在你们家学坏的。恶毒？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学坏？你完了！我可是江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是你惹不起的人。你惹不起，就凭你们江家，我只恨把小帆教育得太善良，才会被你们这群人肆意欺负。亲生父亲眼瞎心盲，任凭自己的亲生儿子被这样一个垃圾折辱；亲生母亲怪以儿子罪犯之名将他关了3个月，还有你们这3个亲生姐姐，不分青红皂白，随意编排，让他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家人，你们也配吗？姐，小帆，你为人和善，心地善良，但姐姐可不一样。姐姐我啊，心眼小，谁要是敢欺负我弟弟，我一定100倍、1000倍的讨回来。姐，我没事的，东西已经拿到了，我们回家吧，我想爸妈了。小帆，你就是心太软了，这样不好。不能让他走，他拿到了全国科技大赛冠军，只要能让他留下，明天公司股票一定能一飞冲天。你是我儿子，我们生了你，你就应该报答我们，这是孝。你想要叛离家门，那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小帆，姐，儿子，你有把他当儿子吗？因为你们的过错，他在外整整流落18年，回来你没想过好好弥补他，却一味的打压欺负他整整3年。那又怎么样？他姓江，我是他父亲，我们才是他家人。在他今天成为全国冠军之前，你们有谁正眼瞧过他吗？签下断亲书的那一刻，你哪怕犹豫过1秒。现在看到他今天出色的才华，想凭借这点虚假的亲情困住他，你要是不会当父亲，我们陈家来。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他不姓江，他姓陈，他是我陈心妍的弟弟，他叫陈帆。是啊，江家人也太偏心了吧，对杨子那么好，亲生儿子居连口饭都不给他吃，明明儿子是世界冠军，家里人竟然一无所知，可见平时是多么忽视他。这样的家人，换我也断绝关系。呸！这些人真是不要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那个杨子才是亲生的。不是吗？真是够小心的啊！怎么能这样？太不要脸！怎么能？小人可真怪。我们江家从来都没有虐待过他，就算是他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委屈，那也是因为他实在是太不堪了。他但凡是有阿哲1/10的乖巧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针对他。是他这些年做了多少上不了台面的事情，偷家里的珠宝首饰，伤害阿哲，猥亵世家子女，我们只关了他3个月，便宜他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他做的，你们有亲眼看到吗？什么黑锅都往他头上扣，是觉得冤枉啊？你们心里没有负担吗？我们不需要亲眼所见，阿哲说是他做的，就是他做的。你还真是半点都不装了。他说你是鸡，你就是鸡吗？如果只有一个人说他品行不端也就罢了，但我们全家都厌恶他，这
这还不能说明就是他的问题吗？你如果还想要回到江家，现在就应该立刻马上给爸妈跪下道歉，给我们道歉，否则你再也没有继续讨好我们的机会了。哥，我们也不想说你坏话，我们只是不想让你再去伤害别人。爸妈和姐姐们说的话都是为你好。全家人都说他品行不端，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全家人是非不分，眼盲心瞎呢？江帆，其实爸爸知道你做这么多，只不过是为了博取我们的关注。你是想让我们多留意你一点儿。好，爸爸同意你回归江家，但是你也要适可而止，毕竟全家人都是为你好嘛。为他好，所以不给他吃饱饭，不给他衣服穿，让他捡垃圾打零工赚生活费，判定他有躁郁症，诬陷他猥亵，把他送进精神病院。你们是怎么好意思说出来为他好这种话的？姐，我没事。这些人也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，我们走吧。不行，你能忍，姐姐我可不能忍。他们曾经加诸在你身上的伤害、污蔑，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陈心妍，江帆流的是我江家人的血，你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，凭什么插手我江家的事啊？我们的确没有血缘关系，可在江家的3年，我明白了一件事情：真正的亲人是不需要以血缘关系来界定的。在陈家的18年里，我的养父养母从未让我受过任何委屈，还有我的姐姐，他们让我无忧无虑地生活了18年。回到江家的3年，我为奴为婢，不求任何的回报。即便这样，我也想努力地去融入你们，可你们依然将我视作垃圾。小帆，我们都是关心你。关心我？可你连我读哪所大学你都不清楚。精神病院的病历你但凡多看一眼，你就能知道，我是因为长期挨饿，我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。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哪怕一次。哎呀，妈妈承认是以前疏忽了，保证以后加倍关心你，好吗？不用了，以前我的确渴望过这些，但是现在，你们的关心，在我这一文不值。以后，陈家才是我唯一的家，而陈心妍就是我唯一的姐姐。我的任何事情，她都能管，并且只有她能管。江帆，当着全网直播的面，你说她是你唯一的姐姐，你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把你们放在眼里，还怕脏了眼睛呢？像你们这群垃圾，只配踩在脚底下，扔进垃圾桶里。哥，你就这么看着一个外人侮辱我们的家人，还打你的姐姐们吗？我当然不会让任何一个外人伤害我的家人，可他才是我的家人，现场唯一的家人。混账！陈家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连你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，你这是大不孝！江帆，我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只是在欲擒故纵，想要博得我们的关注，但是凡事都有个度啊！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给爸妈下跪道歉，是重新讨好我们。再胡闹，就真的没机会了。我说的不够清楚，从今天起，我与你江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小帆呀，妈知道你是嫉妒阿哲，才说出这些气话，但妈妈对你真的是一样的关心。这样，
以后妈妈每个月也给你一些生活费，但不能太多，妈妈怕你把握不住啊。江夫人还真是大方，她不要的衣服给我，拿走我所有生活费，如今又满眼伪善的施舍，还有我感恩戴德。江夫人，你的关心太廉价了。够了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和阿哲比。阿哲从小就是贵少爷出身，而你不过是父母从泥巴地里接回来的。阿哲从指头缝里随便露点出来的，都是你这辈子够不到的宝贝，你该知足了。你还不快点感谢妈和阿哲？只要你像从前一样，继续好好的帮阿哲办事，讨好我们，我们呢就可以考虑让你重新回到江家，明白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与江家一刀两断，你们也不配我去讨好。愚蠢！你一旦离开了江家，你知道你会失去什么吗？你将再也不会有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更没有豪门少爷的身份。去陈家，你下半辈子就只能是个地里刨食的垃圾。没错，如果没有我们江家在背后的支持，你以为你会获得尹氏陈家的青睐吗？就算你拿到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，那又怎么样？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成长起来？小帆，就给阿哲和姐姐们道个歉，承认那些事都是你做的，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爱你。第一，我养父母是地里刨食的农民，但他们不是垃圾，他们靠自己双手赚钱，养活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18年，在我心中，他们光荣且伟大。第二，我在你们江家3年，从来没有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更别说豪门身份。今后，我不屑于这些。因为你的东西，我嫌脏。你简直不知好歹！小帆，没事儿，有姐姐在呢，以后他们有的你都会有，他们没有的你也都会有。你们一个乡下的破烂人家能给他什么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玛莎拉蒂超跑，价值300万，你们家种田种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轮胎。看见没？百达翡丽的手表，这个价值3000万，你们可是见都没有见过吧？全球限量的，确实而且就那么几块。哎呦，不愧是首富啊！半山别墅豪宅，就这一套，价值1个亿。不愧是首富陈家的手笔，这样的东西一送就是一堆啊！也只有江家才有这样的面子。看到了吗？这些东西全是因为你是江家少爷的身份，别人才会送来的。他陈家给不了，哼！离了江家，你什么都拿不到。你们确定这些东西是送给你们江家，而不是小帆本人的吗？他不是送给江家的，难不成还是送给这个杀人犯的吗？哼，是他确实是拿到了科技大赛的冠军，有了这么点微不足道的名声，可这终究不过只是一个学术奖励。陈家如果不是想跟我们江家合作，又怎么可能送出这么贵重的礼物？不过呀，这些东西你现在也不用想了，因为我决定了，全部奖励给阿哲。谢吧。所以哪怕说小帆才是真正的天才，你还是会选择养子，哪怕这一切本就该属于小帆。那是他自己不争气，拿出来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，不堪大用。他跟阿哲完全没有可比性。的确没有可比性。
姐姐，如果哥哥想要的话，我可以让给他。啊，如果哥哥还生气的话，我也可以离开江家。毕竟我也不是你们亲生的。是跟哥哥关系不错的。好，我什么都可以让给你的，真的。阿哲，什么亲生不亲生的？你和小帆都是我儿子，以后啊，不许说这种胡话了。看看阿哲多懂事，不像你斤斤计较，只会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争宠手段。要我看，就应该把他赶出江家。他没回来之前，我们江家从来就没有这些破事儿。小帆啊，你不要怪你姐姐他们是怕你没有见过这些奢侈品，给你浪费。妈妈说过，你们俩一样的，阿哲有什么你就有什么。阿哲呢，还有一块不用的表，好几千呢，妈妈回去就给你。然后还有车，妈妈地库里呢有一辆奥迪，那你知道的，那是名牌，修了修还能用，也给你了啊。既然你妈呀开了口，你现在跪下给阿哲磕头认错啊！要车啊给车，要手表啊给手表，这些东西陈家能给吗？爸妈，你们对江帆也太好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阿哲磕头道歉，然后感谢爸妈。你们的偏心还真是毫不掩饰，令人作呕。逆子，你说什么？明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我的，却还是只有江哲配有。至于我，只能拿他不用的手表、坏掉的车，我还要感恩戴德，跪地求饶。说你偏心的令人作呕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偏心？小帆啊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你从小过惯了穷日子，你一下拿到这么昂贵的礼物，我们怕你养成不好的习惯。何况你抢了你弟弟的大赛奖杯，阿哲心里肯定不舒服。这些礼物再不送给阿哲，他不行的，他肯定受不了的。小帆啊，你能理解妈妈的苦心的，是吧？当着全国直播的面，你都这样偏心，私底下该如何欺负小帆？就这样，还敢说是你的家人，真是恬不知耻！够了！他偷取家里的钱，一次又一次的诬陷阿哲，更是将唐家的大小姐给害成了植物人。我们给了他讨好我们的机会，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更何况我们随手给出的一辆破车，一个破手表，那都是普通人触不可及的存在呀！哼，你说的大义凛然，你能给他什么？她一个农户的女儿，怕是只能从地里刨几个红薯，煮一碗白米饭作为礼物了。即便是红薯、白米饭，也都是他们最好的，在我心里，比你们江家的任何东西都贵重。不好意思，那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小帆从小就聪明上进，他想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凭自己的实力得到。我的确给不了他太多，但是有一点，我们陈家在物质上不会亏待他一分一毫。这些全都是我送给他的贺礼。陈家送大少爷黄金10斤，贺大少爷摘得桂冠，光耀门楣。陈家送大少爷名表10块，贺大少爷苦尽甘来，名扬四海。陈家送大少爷豪车10辆，贺大少爷破旧迎新，前程似锦。陈家送大少爷豪宅10套，贺大少爷重归陈家，福运无极。陈家出手果然不凡，爱了！豪门妻子转身成为门阀团宠少爷，简直啪啪打脸。恭迎少爷回家！恭迎少爷回家！恭迎少爷回家！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起码10个亿，这养父一家对他可比亲生父母好上100倍。不可能，这些东西明明是送给我的。送给你的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配的。
小范，之前不知道你跟江家断了亲情，所以我没有跟他们说这些东西是送给你的，白白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这都是首富陈家送来的礼物。陈心妍也姓陈，难道……姐，你能来我就很开心了。只不过这些东西都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这算什么呀？只是来得太急，还有很多东西都在路上呢。路上？对啊，我还给你订了100多辆的顶级豪华超跑，而且还有10艘各型号的游艇，还有几架私人飞机。哎呀，只是来不及提，所以就先拿这些东西来凑凑数喽。姐，会不会演过了？真可笑！你以为买几个模型、几个烂本子就能成大款了？爸妈，我早就调查过了，这个陈家呀，就是个乡下土鳖，就一群地里刨食的废物，还买什么豪车豪宅？买辆自行车都难吗？这些肯定都是假的。好啊，你胆敢冒充陈家人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再快一些，我可不想错过我儿子的大日子。是啊，他才20岁就拿下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，这可是光耀门楣的大日子。今天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我陈荣的儿子，是我陈家的大少爷。还有多久？15分钟。再快一些。是。江帆，你知不知道陈家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当着全国直播的面，你敢冒充陈家人？你自己找死也就算了，连我们江家。没错，当初我去接江帆回家的时候，曾经见过他的养父养母。他们住的是土屋土房，吃的是粗茶淡饭。首富陈家可是天下第一豪门，怎么可能会过得这么穷酸？还飞机、游艇，我看你们也就在电视上看过吧。江帆，我最讨厌你做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。你是不是以为假装豪门养子就可以让我们高看你一眼，然后好回来继续讨好我们呀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还陈家，你知道豪车的门是怎么开的吗？要不我借你一辆，让你长长见识。好了，幸好咱们家阿哲呀聪明，一眼就看穿了那些土鳖的小把戏。跟阿哲相比，你就是江家的耻辱。一群没眼光的蠢货，他们只看见了破败，却不知我陈家老宅处处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，各代名家的字画，连他嫌弃的桌椅都是顶级花梨木打造，真是入我身而不自知。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不想我被人看低，可就算没有这些东西，我也不会有半分的自卑。连你也觉得他们都是演员，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？姐，咱们家什么情况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不过你放心，等我考上了研究院，我会好好努力，让你和爸妈过上好日子，以后我养你们。好，哥，我不想揭穿你，也不想让你难堪。我知道你是想让爸妈多注意你，但是你欺骗家里人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对。要不这样，你跟爸妈磕头道歉，认个错就好了。阿哲，你别再帮他讲话了。你为了得到我们的关心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失望？真正该失望的人是我吧？你们的关心，在我的眼中一文不值。你做这么多呀，不过就是为了抬高你自己的身份，想让我们后悔。哼，也对呀。如果你真的是陈家的养子，那么我们的确会后悔。可惜啊，你不是。不过呀，我看在你是全国冠军的份上，可以给你个机会。为什么？跟阿哲磕头道歉。我们呀，也不是不能够给你一个回归江家的、讨好我们的机会。江帆，我们现在都给了你台阶下，你还不赶紧照着办？真伤了爸妈的心，你所有的争宠算计都会落了空。是我没说清楚吗？
断亲书已经签了，我与江家已经一刀两断。逆子！你以为你在这里以退为进，我们就会可怜你、关注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这些争宠的手段，在我这里没有用，不就是断亲吗？好。爸，江帆待在家里的这3年，你也是亲眼所见的，他根本就离不开江家。他胡闹，你也跟着胡闹吗？是啊，小帆还小，年轻不懂事，他不懂我们对他的苦心。我做主，让小帆出去多跪几天，咱们也别断绝关系了。他毕竟是我儿子嘛。江夫人，这3年来，你一直反反复复用这伪善的手段，您不腻吗？江帆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你再这么油盐不进，小仙真的被我们给赶出江家，到时候你所有的小心就都白费了。你离开了江家，根本就活不下去，你会失去江家豪门大少爷的身份，彻底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垃圾。没错，你最好是趁着刚拿到冠军的这点余热，好好讨好爸妈，讨好阿哲，这样还能保住你江家少爷的身份。江家少爷，难道是什么很金贵的头衔吗？可不动你！只要小帆愿意，他随时可以成为影视陈氏的掌权人。陈心妍，小帆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不懂得其中的厉害也就罢了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还说什么陈家的掌权人？你以为你是陈家那位只手遮天的大小姐吗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？江下来的土鳖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你知道我们江家为什么能够在江城呼风唤雨吗？那是因为我们家背后站的就是影视陈家。啊！江家背后是尹氏陈家，难怪短短3年就一跃成为江城首屈一指的大家族。这演戏都演到人家家门口来了，怎么，现在知道搞砸了？我们江家可是陈氏集团在江城唯一的合作伙伴，深得陈氏看重。你信不信？我只要一个电话，就能让所有的研究所都拒收江帆，让他前途尽毁。而你们家就只是个种地，又能为他做点什么？3年前，陈氏之所以选择江家合作，全是看在小帆的面子上。你们江家能有今天，也都是小帆的功劳。可没想到，现如今对你的帮助，成为了压倒小帆的大山。你做不到封杀小帆，反倒是我一句话，就能切断陈氏与江家的所有合作。呀，你还真把自己当陈家的大小姐了。好啊，那你就给我们展示展示，让我们这些小人物都看看，你是怎么一句话就断掉我江家的支柱。既然你都这么要求，那我就让你得偿所愿。3分钟之内切断陈氏与南沈江家的所有合作。装模作样，我倒要看看你该怎么收场。不知死活的蠢货！小帆，我刚才被气糊涂了，我这样做是不是会让你很为难啊？毕竟他们还是你的亲生父母。我立刻打电话撤销指令。姐，你们才是我的家人，你为我出气，我怎么可能会怪你？何况我与江家已经毫无瓜葛，他们的事情与我无关。江帆，够了！装模作样，伪装身份，你们这些乡下人的把戏，你以为能骗得了我们吗？你不就是想要重回江家，夺得我们的关注吗？那你就该像以前一样，老老实实的讨好我们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这样做，只会让我们更加厌恶你，也会彻底斩断你回江家的路。对啊，哥，大姐说的没错，你就别激怒爸妈了。如果你是因为嫉妒爸妈和姐姐们对我的爱，我可以通通让给你。爸妈给我的房间，
给我的零食，给我的钱，我都让给你。我明天就去住地下室。阿哲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你从小就没有受过苦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也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！我这不想让哥哥误会你们吗？都看看，我们家阿哲多识大体啊！同样都是我江振海的儿子，你为什么就只会争风吃醋耍手段，非得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呢？你笑什么笑？你现在还不知道悔改？我看你就是缺乏管教。你是非要让我再把你送进去关个3年、30年才够吗？江先生，您是以什么身份管教我？我与江家已经恩断义绝了，你没有资格指责我，更没有资格再诬陷我一次。逆子，既然恩断义绝，以后你就不要跪着求我，也不要求着回江家，哪怕你在江家门口跪上3天3夜，我也绝对不会再给你讨好我的机会。真是可笑！以前我是眼盲心瞎，在一次一次的伤害着你，我总是安慰自己你们是无意的。可这3个月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即便我上街捡垃圾，甚至饿死你，我都不会踏入你们江家半步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失去了江家大少爷的身份，失去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你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？爸，我们还是别得罪我哥了。现在我哥的养父可是首富陈家，得罪了他，人家一句话的事就让我们家破产，到时候捡垃圾的就是我们家了。天底下姓陈的多了，一群乡下的泥腿子也配攀扯首富陈家？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一个电话就能够让陈氏和我们江家断绝关系，电话打了，关系断了吗？是啊，不会是电话欠费了吧？要不把我电话借给你？我现在还真是迫不及待等着被你们报复了。算我求你们啦，赶紧报复我们吧！很好，时间到了。怎么，现在不敢接了？刚才不是还求着我快一点吗？装模作样，我们江家可是陈氏在江城第1合作商，我爸妈都没见过陈家的人，你们这些泥腿子也配指使陈家做事？江帆，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巧合，也能被你们抓住机会利用。你们这些乡下人就是喜欢耍心眼，表演那一套。爸，接吧，这肯定是巧合。老公，星月他说的对，他要是陈家的人，那我们小帆那可是财阀少爷，他为什么放弃这个身份，回归我们江家？对，一定是巧合。韦孝子，等我接通了电话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表演？徐总，您这时候打电话给江振海，你就是个蠢货！我打电话通知你，从今天开始，陈氏和你江家的一切合作全部终止。这怎么可能？陈氏跟我们家合作的好好的，怎么会忽然终止合作？难道您真的是？怎么，刚才不是求着我切断与你们江家的所有合作吗？怎么现在得偿所愿了？你们反而看起来都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。你们真的是天下第一富豪，是首富陈家？不可能！一定是搞错了。对，一定是你们耍了什么手段。好啊，我就说陈氏为什么突然跟我们断绝了合作？哼，不孝子，你干了什么？真是什么帽子都往我头上扣！
他说什么你们都信，而我说什么，你们就都不信，哪怕一次。那是你满腹心机，不堪大用。看来只是断绝合作还不够让你们醒悟。我说过，谁要是敢侵入我地域，我一定会百倍千倍的讨回来。这件事还没完。小帆，走，咱们回家吧。家里给你准备了庆功宴，做的都是你最爱吃的菜。咱们走。好，我们回家。江总，我家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合作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江总，我也是。哎，行，哎，你这，哎，江总，这怎么出这样了？爸妈，都怪你！看看颁奖仪式都结束了，我就是想多买点礼物，郑重一点，毕竟是我儿子的大好日子。幸亏你们来得晚，你们要是来得早的话，看到江家那群人欺负小帆，你肯定会忍不住把那群畜生给打了。他们还敢欺负小帆？一群混账！要不是看在小帆的面子，我会挑选和江家做合作伙伴。在3年前就该脱产。来人，随我进去。爸，江家人怎么样跟我没关系，可我不想你因为我出事。是啊，爸，你就别惹小帆担心了。何况有些事并不是打一顿就能解决的。爸妈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保护，不过就这些东西花了不少钱嘛。啊，爸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快让他们都回去，还有这些礼物都先退了，以后我挣钱养你们。好，以后就等你给我和你妈养老了。我就说，像陈家那样的罗某，怎么可能在农村种地、雇演员、租豪车？哼！看我怎么跟爸妈揭穿你！敢对我下手，要你陈家家破人亡！哎呀，爸，你就别逗小帆了。像那些礼物啊、豪车啊，都不是租来的。那这不得价值上亿啊！这才区几个亿呀，开胃菜呀！我刚才在里面说的可都是真的，我们真的就是首富陈家。你们是陈家？那个传承1000年的古老世家，全球首富陈家？不是你们，是我们。小帆，陈家有规矩，成年之前啊，都需要在基层历练，目的就是让族中子弟戒骄戒躁，不可恃才傲物。你也是陈家的一份子，所以遵循族规培养你，你不要怪我们。怎么会呢？我感受到你们对我真实的爱，这就够了。不过这也太魔幻了。还有，刚刚你说陈氏断绝和江家的关系，当然是我打的那通电话呀，就去江家而已嘛。不是这样。好啦，以后你会慢慢适应的。姐当时18岁成年之后，知道自己是豪门小姐的时候，比你还震惊呢。行了，现在就让我带你去体验你本该体验的生活，走。恭送大小姐、大少爷。这可是江城最奢华的商场，听说没有1万以下的东西。欢迎大小姐、大少爷光临。
这个还有这个，太鲜艳的不要，其他的绵羊3件，让我弟弟的水晶送到家里，以后每次新品上新都按这个标准来。女士的不要，拍花哨的也不要，其他合适的手表各来2套吧。好的。各种男士皮具全部打包。好。这个吉利，搬走，刷卡。有钱也太任性了吧！爸妈，谢谢你们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干嘛呀？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来，为小帆拿到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江家的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要姐姐帮你出手解决吗？江家的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诬陷我玷污唐韵，我需要他们江家还我一个清白。还是没有人接电话。姓陈的贱人就说了一句话，陈氏竟然真的和我们断绝合作，难不成他们真的是首富陈家？爸，如果她真是陈家大小姐，那我们这么打压江帆，她一定会报复的。打压江帆，老公，要不然我们就去给小帆道个歉吧。她一向心软，如果我们去求她，她一定不会狠下心来对付阿哲的。我们还是先调查清楚再说吧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。不用道歉，也不用调查，我们都被那个贱人给耍了。阿哲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爸妈，他们只是请了一帮演员，还买了一些道具，他们所谓的身份和礼物全都是假的。快让他们都回去，还有这些礼物都先退了。好一个白眼狼！好一个白眼狼！为了让我们后悔，让我们原谅，竟然花钱请了这么一堆演员，演出了这么一场大戏。哼！估计啊，陈家是看了全网直播，才不愿意沾染上麻烦，跟我们终止了合作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轻易原谅他。爸，你别激动，小帆他也只是太渴望得到我们的爱了。他装门阀少爷，也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，想让我们多关注他一点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机会？你难道忘了吗？是他逼我签下断亲书的。他不是我们江家的人，更不配得到我的爱。老公，我觉得新月说的对，小帆啊，他只是太渴望我们的爱，我们就把小帆给接回来，这样子陈家说不定能继续跟我们合作，那阿哲呢，也能更好的继承家业。品行不端，手段恶劣，一想到这个逆子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不过你们都为他求情，我就再给他一个重回江家继续享福的机会。回来可以，让阿哲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就让他办一个道歉宴，必须选最好的酒店，邀请记者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我们家磕头道歉。哼，说的没错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洗刷我们江家身上的污点。妈，要是让我选择的话，我选择天宫酒店。天宫酒店，那里是会员制，我听说最低级的会员也要500万。小帆他养父家。姐，你是怕去那里太引人注目了吗？怕影响哥哥的声誉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委屈自己，我可以不去那儿。阿哲说的不错，只有在高级的场所才能更引人注目，这样子就更多的人知道你是被人误会的。新月，给小帆打电话，就说无论他用什么办法，必须得在天宫酒店给阿哲道歉。如果办不到，妈妈是不会原谅他的。大少爷，这是江城分公司历年财务报表、项目资料，您可以慢慢了解。还有这个，大小姐包下了天宫酒店，想在明晚6点给你举办回归宴。好。
喂，小帆，你今天真的太过分了。江小姐，你打电话过来是为了继续批判我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小帆，你今天的表现让爸妈还有我都太失望。不过呢，我刚刚已经劝住爸妈，让他们答应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得好，你就可以重新回到江家，讨好我们。哦，我还有机会。你只要在天宫酒店订一间最好的包厢，再邀请记者，届时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给阿哲下跪道歉，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算了。天宫酒店是会员制，最低级的会员也要500万，你应该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但这是你重新回到江家的唯一机会，我劝你最好把握住。你也不用说什么你没钱之类的，你养父陈家既然能够凑钱让你充场面装大款，那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向他们提出来，他们自然会倾家荡产的帮你完成，这也应该是他们要付出的代价。就这些，够吗？当然不够。除此之外，你还要给阿哲准备一份道歉礼。记住，阿哲是豪门少爷，你那些乡下的垃圾就别再带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笑什么？江心月，你不觉得你现在这样很蠢吗？难道你忘了吗？江先生已经签过段情书了，需要我复印一份给你送过去。我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关注，想要重新回到江家耍的把戏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再胡闹，这一切都要鸡飞蛋打，你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脑子不好就去吃药。小弟弟，谁惹你不高兴了？怎么几年不见，连姐姐都不记得了？你是想起来了？你怎么了？爸爸走了，妈妈说我是灾星，也不要我了，没人喜欢我。你才不是灾星，他们不要你，我要。你是我们隔壁家的大姐姐？是我，记得你说长大了要娶我，没想到再见你真的长大了。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想找的人逃去了省外，我费了点力气给你找到了。这么快？说说吧，那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江哲少爷，他喜欢唐家二小姐，但是唐小姐拒绝联姻，导致他在外面很没面子，所以让我们借江帆少爷的名义，设局将唐小姐骗出来，想证据。事发后，江夫人让我们弄坏小巷外的监控，但我们为了防他灭口，我录了音，还保留了监控员文件。江夫人就是江良的母亲。他们说的证据都在这里，有了这些，你随时都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。哎呀，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伤感，倒不如花点心思在真正关心你、爱护你的人身上。程姐姐说的对。对了，爸妈给我举办了回归宴，程姐姐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当然。将我准备的礼物送到天宫酒店，他18岁的生日我没能参加，这一次我要全部给他补上。时隔9年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小凡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离开。爸，你这都换了好几套了，还没试好啊？今天是给小帆举办回归宴，也是他正式成为陈家的一份子，将来继承陈家家业的底气。老爸我必须闪亮登场。
你爸说的对，这样的大日子要慎重。你要是再试下去，就又该错过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快！张总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对，我还没加您微信呢。哎，好。爸妈，这地方可真高级，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够风光。等下小帆当着记者的面给你磕头道歉，你更风光。他居然包下了整座天宫酒店，可真气派。阿哲，这次大家可是沾了你的光。爸妈，这是哥哥给我准备的道歉宴，也是属于你们的。这随便一瓶都是国外进口的名酒，价值几百万呢，连我平时都舍不得喝。这小帆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多？劳力士，这一块只怕就值几百万，这也是送给阿哲的。这块表我喜欢。爸妈，姐姐们，今天这里的所有东西，只要你们喜欢，随便拿，就当我孝敬你们的。哎呀，果然没有白疼阿哲，乖巧又孝顺，不像那个乡下来的垃圾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这位置，应该是今天最重要。怎么会是一个飞机模型啊？大姐，哥哥是不是不愿意给我道歉啊？才给我送一个这么便宜的东西。东西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可是老大，你花的这几个亿，1比1的还原这么个飞机模型当礼物，合适吗？你懂什么？我听新言说，小帆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入航空队。可是因为找到亲生父母，回到了江家，小帆错过了录取，这也成了他最大的遗憾。我只是希望能稍稍弥补一下。可这也太贵了。他喜欢就好。添最好的宴会厅，用最贵的酒，一边想着讨好我们，一边又作妖，送礼物就送这么个玩具，我看他就想阿哲难堪。一个道歉宴都要使这些小手段，他真是不学好啊！他既然不是诚心跟我们道歉，我们立马就走，不给他讨好我们的机会。爸，您别生气啊，我现在就给小帆打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我让他过来，立刻给你还有阿哲下跪道歉。把我拉黑了。我也是。爸妈，我是不是惹哥哥不高兴了？我可以给他道歉，我也可以给他磕头，只要别影响了你们和他的关系就行。毕竟他现在是全国科技大赛的冠军，以后比我更有价值。混账东西！我们好心好意的给他机会，继续讨好我们，他竟然还耍这些小手段。那这些礼物、这些酒，我们都不要了。新月、若雪、若兰，都给我砸了！今天这酒宴不办了。江帆，今天过后，你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江家，跟我争江家继承人的位置了。住手！你敢动这东西，江家得赔到破产！让我们江家赔到破产？
就一个飞机模型，你也以为是金子做的人？不要我！小范，你怎么打阿哲？他是你弟弟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你们亲手毁掉我的宴会，砸坏我的礼物，有你们过分吗？够了！看你包下了整个天宫酒店，我本以为你那些臭毛病都改掉了，如今看来，你还是一身的贱骨头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阿哲砸了你的宴会，砸得好，你根本就不配讨好我们，更不配回到江家，做我江镇海的儿子。江家很了不起吗？江家很了不起吗？这是呀。你又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的宴会。你的宴会，你也配？回归陈家，他真的不要我们了？什么？不是我们道歉宴。江帆，你搞什么鬼？你还敢打我？我可是江家少爷！她是南城地下的女王程云素，据说她12岁就进入地下拳馆打拼，18岁就已经成为南省大佬了。据说她心狠手辣，没想到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。嘘，别乱说话，被她听到全都得死。你就是程云素？你别过来啊！我不光是江家少爷，我还是南省唐家的未来女婿。虽然你很了不起，但我不怕你。唐家？没错，就是数一数二的唐家。订婚的是唐瑜吧？你这个绿茶跟他那个蠢货真是天生一对。别说你们还没有结婚，就算你是唐家的女婿，我要出手，没人拦得住。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唐姐姐，哪家小姐？又是你这个垃圾，差点害死我妹妹还不够，现在开始对自家人下手了吗？害死你妹妹，连警察都说我无罪，你空口白牙，凭什么诬陷我？我妹妹怎么样了？到底怎么样了？唐姐姐，我没有伤害唐云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阿哲亲口所说，还能冤枉你不成？不是我，是阿哲。到了现在，还想攀我阿哲？每次想到和你有婚约，都让我觉得恶心。从今天起，我和你的婚约解除。我不需要亲眼所见，阿哲说了是你，就一定是你。江帆，你别以为警察找不到证据你就能脱罪，法律制裁不了你，我唐瑜来制裁。唐瑜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愚蠢，被这个绿茶耍得团团转。唐家在你的手里，最多撑不过3年就破产。程云素，这是我唐家和江家的事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他害我妹妹，导致小韵到现在还昏迷不醒，理应为此付出代价。唐韵出事那天，我一直在学校陪着你，回去的路上我救了她。你明明知道我没有作案时间，可是你做伪证，让我成为了嫌疑人。你做的这一切，到底是在为你妹妹出气，还是说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？这一切是在帮她脱罪。你住口！我妹妹是我最亲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包庇罪犯？何况江城谁不知道，我唐瑜
只讲事实，不讲情分。说得好，记住你说的话。你又想耍什么手段？哎，去哪儿啊？你们是谁？你们别过来！我可是唐家二小姐，你们敢动我，我姐姐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姐姐那个蠢货，现在被我们江少骗得团团转呢。我们现在办了你，她也只会关心我们江少爽不爽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动我！别动我！不要动我！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！什么时候在这儿？我说，你是敢来我！敢给老子脸色看，老子今天就弄了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敢他妈打老子！江哲，你干什么？走！够了！原来真的是你，真是个畜生！常家和江家可是世交，他可真下得去手。就是，最后那一板砖真是毫不留情。要不是江帆及时赶到，那唐家小姐只能死在那个巷子里。据说江振海还亲手撕掉了江帆的上诉书，二姐江若兰更是断定江帆有躁郁症，为警方提供了医学上的证明。如果这才是真相的话，那江帆该受了多大的委屈啊！是啊，假的，假的！别相信他的，这都是假的！大姐，你一定相信我，是这个江帆，他不想坐牢，伪造视频。江帆，你现在不仅陷害阿哲，竟然还敢伪造证据！我要你现在就伏法道歉，还阿哲一个清白。是啊，小帆，你为什么会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去栽赃阿哲？他会坐牢的。是，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即便是证据摆在眼前，他们依旧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江哲。那江哲坐牢就不行，我坐牢就行。江夫人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是你伤了人，还做伪证，要坐牢的本该就是你。伪证？你们脑子没病啊？行，我们让警察查，看看到底是我做伪证，还是江哲杀的人。江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江家和唐家是世交，你导致我妹妹成了植物人，现在报警，事情搞大了，只会让两家更加难堪，你也会影响到你的前途。你口口声声地说唐韵是你最亲的人，你要为她报仇，可现在真相摆在那边，罪犯马上就要抓住了，你却百般阻挠。你呀，还真是一个好姐姐。江帆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你刚拿下全国冠军，未来一片光明，如果事情闹大，你只会前途尽毁。我的前途就不劳唐姐费心了。唐韵也是我的朋友，既然你不替她报仇，我也一定会帮她找出凶手。我这是为了大局考虑，你不要胡搅蛮缠。之前或许是我误会了你，但现在我决定，唐家不再追究此事，我也会给你出一份谅解书，这总够了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需要你的原谅。江帆，你最好适可而止。你不就是想报复阿哲吗？自己受了点委屈，竟然非要拉亲弟弟下水，你还真是心胸狭隘，让我恶心。小帆，你从小过惯了穷日子，受这点苦不算什么。你不要因为这点微不足道的误解，你就要拉阿哲下水啊！
他可是你的家人。原来不是你们不相信证据，是你们明知道真相，却还要偏袒他。哪怕代价是冤枉我、毁掉我。够了！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，非要闹得这么不堪吗？小帆，我是你父亲，这件事我做主，就这么算了。以后谁都不准再提。父亲替我做主，你配吗？当初我说我是冤枉的，我要上诉，是你亲手撕了我的上诉书，妨碍司法公正，你逃不掉的。小帆，你太让妈妈失望了。这样，你吃了很多苦，妈妈知道的，妈妈以后会双倍赔给你的。你不是一直想搬出地下室吗？林妈的保姆间以后给你住了，也方便你照顾阿哲。江夫人，据我所知，毁掉监控的人是你指使的吧？胡说！我怎么可能？到现在了，就别狡辩了吧。你们真以为我出手会什么准备都没有吗？这是档案套。你这种身材呀，哪有这样做的？妈，你竟然早就知道小帆是冤枉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大姐，妈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阿哲。怎么，你这个畜生，你还想把爸妈都送进监狱吗？你不狗叫，我差点把你忘了。江若兰，伪造医疗证明，送我进精神病院，你也逃不掉。够了，逆子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你真要把我们都送进去不成？小帆，大姐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我以后都会弥补给你的。大姐可以给你很多的零花钱。住口！现在想起来我们是一家人，当初联起手来，亲手把罪名安在我的头上，把我送进精神病院，最后亲手斩断我的希望。现在说弥补，晚了！你们的这些脏钱，你们的关心，我要不起。我现在只想要一个公道，一个本该属于我自己的清白。江帆，你这是给脸不要脸呀！你要报警是吧？可以，你能把他们送进去，我也能动用唐家的力量，让你那对土鳖养父母这辈子只能在街边要饭。唐宇，你无耻！我看下辈子该在街上要饭的应该是你。这谁呀？这个是唐大小姐，你是打算以什么方式让我们陈家大少爷去街边要饭呢？陈家大少爷，唐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原来是你这个小贱货呀！怎么，上次装陈家人没装够，还来？闭嘴！哎呀，唐姐姐，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。这些人呢，都是他请来的演员哦，还有他，根本不是什么陈家大少爷，他们呀，就是从乡下来的一群土鳖。唐姐姐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他们就是群垃圾，他们不姓陈。我叫你闭嘴！我叫你闭嘴！陈小姐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误会？那这一巴掌是不是误会？是。唐姐姐，干什么？我说过，他们不是陈家。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让整个江家陪葬！这才是真正的陈家大小姐，陈心妍。什么？她真的是陈家大小姐？没想到江帆居然是陈家大少爷。我以前明明跟他有婚约，我本应该是陈家少奶奶，一步登天。这怎么还故意上了？小帆，之前是我眼盲心瞎，误会了你。我发誓，以后只要你说的话，我都信。我们的婚约继续好不好？汤宇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？
当初是你自己说，一想到我们的婚约，就觉得恶心。怎么，现在不恶心了？不恶心，不恶心。我一想到未来老公是你，我就高兴的睡不着。可我觉得恶心。唐大小姐，本来看在你妹妹和小帆的关系上，我可以放过你们唐家，但现在我觉得你们唐家该消失了。不行，唐家百年不能断送在我手上。小帆，你和小月可是好朋友啊，唐家没了，他怎么办呀？你快阻止陈大小姐！我跟唐月是好朋友，她以后的生活我也会照顾的。但是这一切与唐家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替你求情？我们可是有婚约的，我是你未婚妻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不是你亲手撕掉的婚约吗？忘了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总裁，所有合作商全部断绝合作，股市也都全部崩溃。我们还收到很多律师函，唐氏财团彻底完了。谁是江哲？江哲，你涉嫌侵犯妇女、殴打他人致重伤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讯。铐上！不是我不知道谁是江哲。江帆，是不是你报的警？你明明……蠢货！我来之前就已经报了警，你们这群货色，我难道等着你们欺负小帆吗？妈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要去。妈，救救我！小帆啊，他可是你弟弟，你不能这样做。你跟警察说，这一切都是你干的，只要你扛下了这些，妈妈以后多关心你一点儿。郑女士是吧？你涉嫌破坏公共监控，毁坏关键证据，包庇凶手。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带走，铐上。江若兰女士，你涉嫌医疗报告造假，妨碍司法公正，铐上。带走。活该嘛，这不是啊？真是不能同情。走吧，小帆，我们回家吧。小帆，你真的要彻底叛离江家，和我们一刀两断吗？从你们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开始，我与江家再无瓜葛。啊，妈，都怪你又迟到了。明明是你非说什么要穿得庄重一点，让儿子有面子，现在都怪我了。好了，你们没有迟到。可是这宴会都已经……妈，爸，当初我被江家抛弃时，是你们及时出现，养育了我18年。如今我离开江家的时候，还是你们接住了我。在我的人生里面，你们从来没有迟到。